看到这一个蒸汽钟吗？哇，这一个蒸汽钟呢，也就是吸引最多旅客来到这个地方来玩的哦。那加拿大的蒸汽钟呢，对很多的人来讲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呢，叫做杰克哈，以说服当地港啊出钱呢，开建这个酒吧啊，出资者当时来电呢，可以免费畅饮的 whisky 酒。这段故事呢，造就了盖世镇名称的起源哦。除了 Gas Jack 的故事之外呢，这里最吸引人的注目的焦点，便是全球第一座目前仍在运行当中的蒸汽钟。在这个地方，十字路口又称为枫树广场，这里是世界上第一座蒸汽钟。现在看到的这一个，虽然世界各地陆陆续续后来出现，包括日本北海道的小钟的蒸汽钟也是它的姐妹之作。年代已久的蒸汽钟也不太精准了哈，但古典的造型呢，受到游客非常的喜爱。那来到这边，每15分钟报时一次的蒸汽钟，非常吸引观光客驻足在这边呢拍照哦，久久不能自己哦。你今晚你看是啥？是世界上上界有名的蒸汽钟，世界第一座。到今晚搁咧做，到今晚搁咧运行，搁咧庆宴。当这个十字路口的广场，所有来到加拿大的人、当地的人，一定拢会甲这个蒸汽钟翕一下相的。细看蒸汽钟，运用蒸汽带来内部零件的运作。这里运用蒸汽集中供热，一条条供热的管线将中央锅炉的热气呢传送到每一户的人家。蒸汽钟的来源就在那蒸汽钟。其实是运用蒸汽啊，原有这一条街叫做 Water Street 啊，原有的水街，用这个庆宴啊，供热上烧气哈，到每一个人家去，因为它当天会寒嘛哈，啊，加这个蒸汽啊哈，加这个烧气呢，人们不得不在街上开了3个散热孔哦，好这个多的以前这个水街在送热到每一家家户户的这个蒸汽啊，有散热孔哦。给蒸汽造出来，不，还蒸汽就像锅炉一样，里面对着喷出来哦。所以当时呢，恰好位于最繁华的水街 Water Street 这里呢，不仅不雅观，也不方便哦。1954年，聪明的 Ryman 啊，巧妙地运用了废蒸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的蒸汽钟，就在这个地方。当时呢，蔚为仿效，所有的各地、世界各地都开始起这个蒸汽钟哦。所以当时他们家里也在看了，而且也在看了 Jack 背后的建筑，就是当年的酒吧的原址啊，就在这个地方哦。那这重点是啥哈？蒸汽钟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哪？冷的地方，因为当时都有热气要送到家家户户嘛，所以才会有冷的地方才会有这个蒸汽钟。那如果没有，当然就不会看得到啦哦。那这也就是著名的蒸汽钟的来源。那现在前面的看到的这个 Park， 这个是什么呢？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红番区，成龙的红番区就在前面的这一座停车场来做拍摄哦。那加拿大到处都是景，触目所及都是景啊，让我觉得在北美当中可以看得到不一样的环境。现在在看到的加拿大广场前面有一个五角风帆的地方，也是在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邮轮的停靠点哦。这家邮轮叫做什么？阿拉斯加邮轮，也就停靠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加拿大广场五角风帆这里的码头。哎，你看，这是我们的团员，一只海鸥。在国外哦，自然生态的美丽哦，走到哪海鸟相伴哦，那拿个面包我喂食着它们哦，就挺优的啦哈。我就说，坐在外面喂鸟啊，都比你坐在家里面没事干好。
温哥华这个城市呢，东边呢靠着这个落基山脉，西边呢有太平洋的温哥华，观光资源非常的丰富哦。我其实很喜欢温哥华，我觉得它跟美国的 LA 很像，当然它没有 LA 来的繁华，不然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温哥华跟美国 LA 这两个地方的哦。那在这边呢，我们呢闲暇之余呢，踏上了北温哥华一带，可以看得到造访从仓储地蜕变为艺术市集的格兰维尔岛哦，在这边采买便宜渔获的 Steve 士顿渔港，体验在地的风情。不止一次造访温哥华，我个人呢、对很多多数的观光客来讲加拿大可以到德赫，其实我不觉得真的觉得加拿大很棒哦，尤其是这里的Gaston 蒸汽钟，那还有包括深水湾，来到这边可以看得到海湾因水深而得名哦，包括我们现在来到了格兰维尔岛，那在这边呢，你可以尽情的看到整个温哥华带给你不同的不同的景色、不同的风景，尤其是格兰维尔岛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区块，也是加拿大地价最贵、最富有的区块。旁边的海鲜市集，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里非常多温哥华当地的人喜欢来到这边采买他的渔港的海鲜市集啊。那这边史蒂夫士顿买渔获哦，那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新鲜渔获。列治文的史蒂夫士顿在这里呢早期呢以捕鲑鱼闻名，附近呢还盖了很多的罐头工厂。随着冷冻技术的提升呢，罐头工厂已经不见了啊，所以现在来到这边，你也在看了真多，像菜市仔小港哦。当然呢，别人的菜市仔外国菜市仔，你甲看清气荡荡。那格兰维尔岛，我刚刚前面也有讲到，非常多的有钱人呢，就在这附近的海港盖起一栋一栋的别墅哦。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厝看了这些厝我的感想是啥我的感想是，你知道在这边买一栋房子1500万卢啦小小的一间有，好一点的呢3-4千万的算当地真好啊。有时候你一回头，你就会想到。哇，就像初来乍到在台北市的时候，我看到这里的房子，台北市的房子非常的旧很多的老旧的公寓30-40年的房子整体环境都不是非常的好。哇塞，卖起来1坪100万买个30坪也要3000万而且呢，环境还不是很好，没有办法台北市区嘛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常常是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鼓励我说：“哎呀，你要多赚一点钱才能够在台北市立足啦。”因为一开始呢，我们从南部上去的时候呢，没想到带来中北部的客人非常非常的多，让我有这个机会从南部走到了台北。但是呢，还是格格不入还是一直走不进去为什么？物价指数的高让我常常觉得，就是它带来的。环境条件跟它的物价指数呢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来哦，转眼当中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公园，Victoria Elizabeth， 还有一直来到了 Stanley， 这里也是加拿大的卑诗省温哥华的市区公园，又是一个公园哦。这个公园面积也蛮大的哦，是加拿大最大的公园哦，是北美第3个大的市立公园。每一年大概吸引800万的游客哦来到这里，你看对面1、2、3、4、5哦，正面5个，对面个5个，这个五角风帆呢，就是阿拉斯加的这一个非常有名的邮轮停靠点，停靠在温哥华船这边作为一个起始点。它每年吸引这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还有一条8.8公里、5.5英里长的路径环绕整个公园，供很多的人来这边呢踏青。每一当大概有250万人的但这里8.8公里最长的路径环绕整个公园，他们家里散步、跑步。好久以前，我大概快20年前了吧，第一次来到了温哥华的斯丹利公园的时候，被这个斯丹利的天然美景吓了一跳，而且非常非常多的人呢，就在这一条8.8公里的路径呢，做什么慢跑慢跑，在这8.8公里的路径上做着慢跑，一路跑哦。那我当时就觉得是说，哇，这里的人怎么那么的健康啊来到这个地方跑步啦，做什么？而且这里呢还有非常有名的印第安象的图腾，这些印第安象的图腾呢，制作的还蛮精美的，画上去这个图案哦。你看，在这个不怎么样的，就是一个角落里面竖起的这个图腾，有没有为这个斯丹利公园带来了另外一种风格啊？我一直讲因为它的落尘很少，所以你看到它的图腾跟雕像呢，你不太会看到灰尘。哇，我就说没有落尘呢，就差很多哦。那这个落尘呢，也是影响一个公园的美观与否、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哦。所以它这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然后再加上生态保护环境的非常好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看这个狼啊，有没有？还有老鹰啊。那在加拿大的图腾呢，坐在这个斯丹利公园呢，我一直个人觉得，它这个图腾呢，比前面的那个公园的图腾呢，我还觉得还要漂亮哦。在这里面呢，种了50万棵的树那有些树呢，已经生长了数百年了。斯丹利公园与温哥华市中心呢，近在咫尺啊。那温哥华的水族馆呢，也在园区内公园三面环水而斯丹利公园实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原住民传统的聚居点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民族叫做苏夸密许族民，在这里是有多处的村落还有马斯昆族民族在这边进行猎捕跟采取天然资源，但是都是以前的啦用这里的雪松制造独木舟，所以现在你也可以看得到，他们用这个雪松做成了一根图腾柱也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印第安族的只是不同的族群那在这边呢，西班牙的船长还有包含了英国的船长呢，在1791年先后航行到这个地方。这里斯丹利公园，温哥华的斯丹利公园也变成了当地原住民的欧洲人第一批来到这个地方那所以大家呢，以前的这个历史记录当时呢，这附近的这个温哥华这个岛呢，当时呢，涨潮的时候呢，四面都是水几多年了，一直把欧洲的人接受着当地的原住民的记录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这个战争的时间呢，英国的皇家海军来到家跟当地的民主达成协议才慢慢的呢把这个地方所改变了它曾经也列为这个军事的保留地慢慢的就改变了，到现在呢，变成了斯丹利公园真特别这个名称也来自于加拿大的种族史丹利伯爵 Stanley 在这边呢，访问卑诗省期间呢，正式开幕呢，也用他的名字来去命名它公园里面还有斯丹利伯爵的雕像开放之后还是有一定数目的原住民呢居住在这里面这也就是保护的传统跟现在。斯丹利公园的租约呢，1908年届满之后呢，联邦政府在温哥华市政府签订为期99年的租约
什么叫做联邦政府跟温哥华市政府？我们常讲联邦制。什么是联邦制呢？州、邦、省、共和国的联合组成呢，变成一个国家。所以联邦制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由各个联邦组成。那各个成员的单位呢，先于联邦国家的存在，联邦成员国在联邦国家组成之前呢，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定义就是讲，加拿大是一个足大，全世界第2大的国家，国土上大的国家啊。这个国家呢成立了后呢，以这个国家内底呢有过来的省啊，这样省呢就已经像一个国家那么大了。所以像加拿大这么大的国家，其实呢在世界上是好几十个国家组成的面积大，而在这个地方，它的省呢就可以说是联邦成员。这些省呢先加入了这一个国家，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些国家享有地方自治权，2个或2个以上的政治实体结合成一种国家的结构形式。所以联邦这个国家由各个联邦的成员组成，各个成员单位他们这个联邦国家的存在，在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呢，虽然不再是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呢，联邦成员的主权呢仍受到法律的保护。其实说很简单呢，干脆这样子讲可能大家更了解。我相信很多的人知道，但是应该是像一个国家大概就是它的面积如果是以10万平方公里来讲好了，光是一个加拿大它就有90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它等于是10几20个小国家的加起来的面积。那这里呢，它就把这些区块呢变成一个一个省，一个省等于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大小。虽然呢你享有的政治实体呢加入联邦之后呢，你不再是说完全是以你的法律为法律，你还是要以国家的法律为主，但是你还是享有自己的主权。所以当美国你都会看到每一州的州法不一样，在这一州的行为是犯法的，到下面一州不见得你是犯法的，但是杀了人就是犯法，这是固定的，只是每一州的州法又各有不同，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这就是国家太大，它才需要用联邦制。所以呢，它单独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呢，虽然没有独立的主权，但是呢，在联邦宪法的规定保护之内呢，联邦成员的主权呢，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呢，有固定的法律，也有各个省的法律，因为它国家太大了，你必须这么做才有办法。这就是联邦制的不同。连接的温哥华市区跟北温哥华的桥梁那全长1500米的石门桥，在1938年建造完成，所以桥的两边边有这个2架石狮的雕像，让石门桥成为温哥华的代表建筑其中之一。从石门大桥远看北温哥华的高山之外呢，也可以看得到市中心的象征一座交通繁忙的便利的桥。桥上的车道是不能够临时靠下来的，所以从这个旁边的高地上面呢，史丹利公园上面的旁边的这个坡道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石门大桥，没有？两旁边各有2头石狮子还有旁边北美的一些这些树松树很棒很漂亮所以呢，温哥华石门大桥在温哥华也是非常有名的在温哥华的交通史上面呢，扮演着其重要的角色。1890年，为了解决当时连接温哥华、北温哥华、西温哥华的交通当时所提出来的
需要修建一座非常有名的大桥那这一座大桥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但是当时收的钱呢，怕建好了呢，收费呢，各方面的因素呢，或者是当地公园的没钱呢，所以要起但是呢，一直没起来一直到了19几年我想想看1927年这个公投失败了，1933年又公投当时又遇到了大萧条但最后还是盖了啦1937年狮门大桥正式动工，那38年完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英国国王乔治6世跟皇后伊丽莎白还亲自来到这个地方来主持的剪彩的仪式轰动了整个加拿大。特别大桥背后的主人 Guinness Family 吉尼斯家族呢是莫大荣幸，他们出钱又得了王室的光临，蓬荜生辉。桥修当时不是免费通过的，是得花过桥费的当时开过桥一次呢要付一次钱一直到后来1955年吉尼斯家族卖掉了大桥的产权，由政府管辖，现在才变成的是呢怎么样免钱的啦免费的了解啦这就是加拿大这道咱所简简单单的介绍，希望这道加拿大的介绍能够让你觉得更棒有所收获